嗨，大家好，我是 Debbie，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定义时刻。开朗、健康、工作勤奋、乐观进取、有美好未来的女孩，却突然间失去亲人，失去健康。今天我们要来看 Debbie 如何因着信仰重新活出精彩人生。我是在美国出生，那因为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我回了台湾，然后我们10岁之后就全家人再移民回来美国，然后我还有一个跟我差8岁的弟弟，所以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有8年的时间是像独生女的概念，所以是爸爸妈妈是非常就是宠爱的那一种。那我妈跟我爸他以前在台湾是做广告业务，所以就会常常带着我到外面去参加活动啊，然后举办园游会啊，然后就会跟着他们到处跑，所以也是会变成就是我很喜欢到处去逛，到处去就是去参加新的活动啊，或者是就是很爱往外跑的一个人。10岁来了美国之后，其实挑战很大，因为那时候家里经济环境没有很好。那时候其实是一家4人4口，然后就是住在亲戚家一个小房间这样子。那也是因为看着这样爸爸妈妈一直很辛苦的在抚养我跟弟弟。有一个人跟我妈讲，他就说，我觉得你的孩子没有办法上大学，我觉得他们能够高中毕业就不错了，你就要感恩了。为什么你的孩子可以上学，我的孩子就不能上大学？我妈当然回来有时候就会跟我们讲，因为做父母的人说，哦，那个有人这样跟我讲，你们就是要争气一点，你们要上大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会让我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有一种觉得说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就是做到就是别人不行的，或者是别人可以，那我也要去做到。我觉得我们家很特别，是会跟华人家庭有的人会是相反过来，很多事情其实我会觉得说我跟别人不能讲的，我反而可以跟爸爸妈妈讲。我跟他们的关系真的就是像父母亲对小孩子，但是同时又有一种像好朋友的成分，尤其跟我妈的关系又是更亲。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征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征兆是就是导致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我那时候去运动去打球，然后我就是突然间跌倒了。那我觉得只是打球运动伤害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普遍的事情这样子。过了1个月我又回去又继续运动继续打球，然后就又扭伤脚，我就觉得我怎么最近好像很容易跌倒，所以我就去看了骨科，就是足科这样子。那去到那边，医生就跟我讲说，你不能来看我，你要去看神经科。我就想说，我明明是脚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叫我去看神经科？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有点慌，我想说，请问我的头脑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那时候医生只是说，我们在你的片子里面看到有一些的白点，但是非常的不清楚。那我现在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症状，我需要继续观察。因为那时候的我行动是很方便的，那我可以走路，我可以跑步，我就是开车都没有问题。他也查不出原因，就继续这样子观察。我妈那时候确诊癌症也在2016年，医生说她的肾有一颗肿瘤，要把肾整个移除。那肿瘤移除之后，就问医生说，那请问他是第几期？医生直接跟我说他是第4期。那时候心里就当场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整个人就是除了就是工作以外，我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事情来去忘记，或者是来去逃避这件东西。就是我会用工作来去压抑自己的情绪，我能去抒发的心情好像就只有在工作上面去让自己忙碌一点，可以去忘掉就是所有的一些痛苦，就让自己忙碌一点，可以去忘记就是这些事情这样子。不过其实
就是终究要面对的，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就是基本上每个礼拜都陪我妈回医院去做化疗。我妈其实也她不是基督徒，那她对于信仰她一开始其实有排斥的，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沟通，就是信仰的这一块。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她会离开的那么快，那一天其实是陪着她。我那时候的媒体公司，我们有一个 project 是一个全美的企划案。我那时候心里只是觉得说，公司有一个这么重要的案子在我手上，然后那一天又要开会，我必须要回去开会。但是我妈那时候又住院，但是我看到她神志是清醒的状态，我就跟她说，我就说我去公司一下，马上回来。那也是第一次，我妈突然跟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走？那我只是跟他说，我去一下就回来了，就是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回来了。刚到公司的门口，我爸就打电话来，我爸打来说你妈不行了，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后来电话就变成医生直接拿去跟我讲，医生就直接跟我说，我觉得他可能撑不过今天晚上。我妈离开之后，有时候会回想，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的话，如果我当初没有因为工作，没有因为那个会议而离开的话，我在她旁边，会不会其实她的离开就不会这么快？会不会她可以活更久一点，学习到就是要更珍惜家人在身边的这样子的时间跟过程。那我2017年我妈离开之后，那段时间我发现我身体的变化，就是慢慢的好像行动不方便，甚至开始觉得我走路我要拿拐杖，然后才确诊出来是多发性硬化症，就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会导致你的神经有点神经传导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的神经就像电线一样。那电线外面的那一层膜脱落了，或者是被攻击了，它就会断电。它不断的去攻击我的神经，导致我行动不便。这个病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千万分之一的几率。我觉得我还在我妈那段时间的伤痛里，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崩溃。我就觉得我不管了，我想哭我就是要哭。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到我身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然后可能在高速上面，那时候很晚，我就油门踩下去，想说我要是这油门一踩下去不放，我人离开了，会不会一切都没了？但也就在那个时候，就是突然脑海里出现我爸跟我弟的画面，就突然让我想到说，但是我还有我爸跟我弟，我离开了他们怎么办？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我很需要陪伴。我那时候拨了电话给3个人，就是一个姐妹，一个弟兄，然后还有这个辅导。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很感恩是有他们的陪伴，让我知道我周边还有人。只是我过不了，就是妈妈离开了，然后自己身体后面又出了状况的时候，我变成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教会的人。就其实我的个性是还蛮好强的，那当我知道我行动不便要拿拐杖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要让大家看到我最懦弱的时候，或者是最软弱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辅导一直在旁边有陪伴着我，那他透过有一次的活动，就是蔡淑娟的《暗室之光》的这一部电影来跟我分享，然后呢让我看了那个电影之后，我那时候才体会到说，原来在黑暗里是有光明的这件事情，觉得说他可以耶。那我就觉得说，他都这样的人，他可以这样子活，那为什么我要过得那么辛苦那么累？那段时间再次真的是慢慢的开启我跟神之间的这一的关系。有一次在团契的时候，我们来查经，查到罗马书，
罗马书有一段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然后我才觉得说，我的身体看对我来讲或许是一个患难，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要学着忍耐这个过程，忍耐我行动不便的部分。它让我知道说，教会有这么多的朋友陪伴我，有辅导不断的在我身边，有任何事情我就到他面前来去祷告，因为他是垂听的。透过一次的祷告会，有一位姐妹在结束的时候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想说你要跟我分享什么？她就跟我说，其实我的眼睛有一个眼睛视力非常的差，是看不到的。我那时候就是听到，我有点就是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就是哇，这事情你怎么会跟我讲？她就说，我其实我都不敢跟任何人讲，但是我看到你在祷告会的分享，你愿意这样子出来让大家为你祷告，我很感动，所以我想跟你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为着我们健康祷告。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这样子的分享是可以鼓励到其他的人，然后才会让我觉得说，那我更需要靠着我的信仰，靠着我信心的这条路继续的，就是靠着神继续走这条道路。慢慢的，我觉得无论是透过团契工作，让我可以体会到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还是可以做的。所以呢，有一次我就一个就是突发奇想，跟我们团契的朋友说，我们来去跳伞好不好？他就说，你的身体你能跳伞吗？我就打电话去跳伞公司跟他讲，我有这样子的疾病，然后他就说可以啊，就是你可以来跳伞，我们这边很多行动不便的人也都会来跳伞啊。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就说可以耶，所以我们就几个人约，然后就去跳伞的。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信心的磨练，反而胆子变更大，就很多事情觉得说，对啊，我伞都跳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那我跟我男朋友的认识其实蛮特别，也是透过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了一个交友的软体。他跟我说，你看你现在的业务就是也没办法出门，因为疫情，你可以去用交友软体啊。现在很多人在交友软体上卖广告的、卖东西的一堆啊。然后我那时候才想说，对哦，我可以上去认识更多的人啊。有一个人，我跟他讲我的见证、我的信仰的过程，他不会有一种排斥，也不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子，很奇怪的这样子的感觉。他反而会更多的想要更了解你，或者是去聆听你的故事。有我男朋友的陪伴，他不断的提醒我说，你要学习去面对你自己。近期医生就打电话来，他就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就是这个研究性药物的一个会诊，去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是可以尝试的，不过你5年内不能有小孩。我就又傻了，我就说好。我回家之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就说，如果我们要结婚，那我要接受这个治疗，那我们5年内不能有小孩，你还会想要继续？我其实讲得很白，就是继续下去嘛。然后就说5年不要有，那就不要有啊。搞不好上帝就让你生不出来，也没有，就是他就不给你，你也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这5年或许是否就是为我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让我利用5年的时间来去养好自己。其实一直都在跟上帝拉扯跟忍耐的过程当中，因为面对不同的事情，出去开车其实都是一个忍耐的过程，面对大家如何看待我，或者是不认识的我。但是我发现慢慢的这个忍耐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我觉得就算是经文讲的忍耐生老练，但也是因为已经很习惯这样子，让我慢慢对很多的事情看得比较宽。一开始决定到非营利机构，甚至进到北美好消息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有领受到神呼召我在媒体宣教事工的这一块。因为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是觉得说我必须透过我所
职场所学的来去服侍神。那我在职场上学习到 project management， 我学习到媒体领域的这一块。那既然是这样，我要应用在神的事工跟国度里面。那慢慢的，其实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我都会跟神祷告说，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那慢慢的，其实有看到说，其实他要我做的很简单，就是活出自省来，活出他所造我的那一个人来。所以更多的去分享我自己，更多的去面对我自己，透过我的生命去影响到其他人，或透过我的生命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